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美国众议院呢，简直是丧心病狂，一天之内竟然通过11项制裁中国的法案。根据外电报道呢，2023年3月2号，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在24小时之内呢，提出并通过了11项专门针对中国的制裁法案，其中包括台湾冲突吓阻法、不歧视台湾法、保护台湾法、中国货币问责法案、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海底电暖管控法案等等。这些法案允许美国财政部禁止中国官员及其家属接受美国金融机构的服务，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增加人民币特别提款权，要求财政部发布关于中国金融部门经济风险的报告，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中国提高汇率透明度。外交委员会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代表排除在 G20 和其他机构的会议之外，并且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法案呢，在专门委员会通过之后，就可以提交众议院全体表决，如获通过，就交给参议院审查，参议院通过，最后交总统拜登签署，就正式生效，成为美国的法律。一天之内通过这么多的反华法案，难道美国众议院是疯了吗？一些中国网友的评论呢，揭露了事实，这些人的神智是相当正常的。虽然通过了这么多的反华法案，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一旦大陆武统台湾，美国军队该怎么办？这仍然是当今中美关系当中最大的模糊。所以呢，众议院实际上是在拿一些很容易操作、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的事情，来显示自己的反华决心有多么坚决。美国众议院现在由共和党所把持，共和党的议长麦卡锡特意任命了一个叫加拉格尔的反华分子担任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反华委员会。在反华问题上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其实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出于选票的考虑，都要争相表现出自己才是那个对中国更强硬的人、更强硬的党，并且动不动就以对中国软弱为理由攻击对方。所以呢，众议院的这一连串的组合拳，实际上是打给拜登看的。相信这11个法案会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是交到参议院之后啊，会是什么结局还不一定。因为参议院呢是民主党把持的，总统拜登也是民主党的，这明摆着是共和党在利用中国问题给民主党出难题。如果11个法案全部通过，说明民主党对反中没有任何的创意；如果不通过，共和党立马就会攻击民主党对华软弱。其实呢，民主党的拜登把能做的反华举措全都做了，尤其是在全面禁止向中国进行芯片技术转移和芯片技术合作这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向中国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比如不能武统台湾，不能与俄罗斯做生意，不准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中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来做决定的。美国政府已经是在无理的干预中国的内政了，但是共和党依然不依不饶。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华问题上互相比拼，谁更能把中美关系推向绝路。但是在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也就是到底要不要武力介入台海战争，到底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却不见两党有谁能拿出有分量的法案来，可见呢，他们的疯狂也不过如此。但是装疯也不是没有后果的，中国政府近来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反制行动，充分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信心。中美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程度，完全是由美国人自己造成的，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是如何互相推耸着向悬崖的边缘迈进。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